乌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2026年6月1日，布达诺夫在安全架构论坛2026的会议上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泽连斯基已经下达死命令，要求基辅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军方高层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在冬季来临之前彻底结束乌俄战争。现在的乌俄局势的确有所好转，乌军非对称打击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普京都承认了这一点。只是结束战争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冬季前乌克兰能否实现和平？乌军的防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仅向前推进，还能打击俄罗斯大后方。而基辅突然放出结束战争的风声，意图非常明显，抓住当前的一个机会窗口，在最难熬的冬天到来之前，把俄罗斯逼回谈判桌上。针对泽连斯基的说法，向来以强硬著称的布达诺夫不仅没有反驳，反而举起双手表示高度认同。他在会上原话是这么说的：这个目标不仅绝对正确，非常及时，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无论是在军事战场上还是在外交谈判桌上，都具备着现实可行性。但说实在的，想要在2026年冬天前真正实现停火有点难。回顾一下这几年乌俄的直接和间接接触，那真是一波三折。2022年2月战争刚爆发，双方在白俄罗斯普里皮亚季河就谈过，结果不欢而散。2025年的5月16日与6月2日，双方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2轮直接接触。由于双方立场的根本对立，这2轮谈判听着挺热闹，实际上连个实质性的水花都没砸出来。进入2026年，乌俄双方在1月和2月进行了2轮高级别接触，也是没什么进展。美伊开战之后，美国也没有精力主导乌俄和谈，现在已经溜了。想要让战争全面结束，光说没用，乌俄必须在几个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和平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做不到。2025年11月，特朗普政府的特使维特科夫跑去跟俄罗斯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见了一面，两人关起门来搞出了一份28点和平计划，结果乌克兰与欧盟不同意，搞出了一套限制俄罗斯利益的24点提案，以及针对的28点反向提案，分歧不是一般的大。在领土主权与边界划分上，美俄搞的那个28点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卢甘斯克还有顿涅茨克是俄罗斯的事实领土，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2个地方就按现在的实际交火线就地冻结。草案还要求乌军撤出顿涅茨克，要把这块地双手奉上，变成国际承认的俄罗斯领土。作为补偿，这块地会被设为中立非军事缓冲区，俄军也不能进去驻防。这条件一出，乌克兰和欧洲直接掀桌子了。他们的反向提案里态度非常强硬，4个字：主权完整。乌克兰绝对不可能割让现在手里还攥着的顿涅茨克部分，更不可能承认那是俄罗斯领土。乌克兰的底线就是当前战线，就算现在打不回去，也要在法理上把俄罗斯的实际领土收益压缩到最小。军事规模与装备限制也有分歧，俄罗斯这边算是被打怕了。草案里明确规定，乌克兰的武装力量总人数要在60万人以下。乌克兰现在有大约88万大军在抗线，这等于要乌克兰自废武功，裁掉近30万人。草案还规定了一点，严禁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任何北约国家的军队。欧洲和乌克兰一看这条件，立刻在反向提案里反击，提出必须留给乌克兰的军力上限，留有弹性空间，而且强烈反对剥夺乌克兰选择军事合作伙伴的权利。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想买谁的防御装备，想跟谁演习，那是基辅的自主权利，别人管不着。北约地位与安全保障上，美俄草案要求乌克兰必须修改宪法，白纸黑字的承诺永久不加入北约，断了这条念想。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会给乌克兰提供一种叫决定性协调军事反应的安全保障。听着挺唬人，但后面跟着个奇葩条款，说如果乌克兰哪天主动去炸了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那对不起，这个保障立刻作废。欧洲和乌克兰对美国的保障约束力表示严重怀疑，所以他们的反向提案主张绝对不能切断乌克兰跟北约在防务上的实质性合作，哪怕不入伙也得保持业务往来。同时，乌克兰还要跟欧洲合作，建立一个欧洲联合防御机制，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欧洲邻居的安全承诺才稍微靠谱一点。在战后重建资金来源与分成上，乌俄也是搞不到一起。打仗是个吞金兽，战后重建更是个无底洞。美俄草案计划拿出1000亿美元，也就是把冻结在海外的俄罗斯资产拿出来注入乌克兰重建。这倒是没什么，不过这里面有个极其鸡贼的设计，美国要主导这个投资基金，而且美国资本还要拿走里面50%的利润分成，剩下的资金缺口则让欧洲国家额外再掏出1000亿美元来进行重建投资。欧洲看到这提案直接气笑了，拿我们的钱或者拿存在我们这儿的俄罗斯的钱，最后让你们美国跨国公司去赚乌克兰大头。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向提案反对美国来控制这些主要由欧洲托管的俄罗斯资产，更反对把战后重建
异化成美国企业的盈利工具。第5个博弈点则是政治选举与内政干预。美俄草案在这个问题上催得很急，强制要求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100天内，乌克兰必须立刻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招其实很毒，就跟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向提案说的那样，现在的乌克兰战后社会创伤根本没愈合，老百姓满肚子怨气，加上几百万人口流失在国外，这时候搞大选，选票怎么统计，民意怎么代表？这极其容易引发乌克兰内部撕裂，甚至会给那些潜伏的亲俄势力提供绝佳的渗透温床。最后一个关键点，制裁解除与国际地位。俄罗斯打的算盘很美好，美俄草案里提出，一旦停火，就要逐步取消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不仅如此，还要恢复俄罗斯在7国集团的席位，让 G7 重新变回 G8， 并且美俄之间还要达成一个长期的经济合作协议。而在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向提案里，想解除制裁可以，但是必须跟俄罗斯的实际撤军进度挂钩，撤1公里解放1点，而且还要追究战争罪行以及战争赔偿。上面这些条件，截至到2026年6月，双方都没能达成共识。特别是领土出让这个绝对的底线问题，乌俄双方依然处于对立状态，这导致2026年1月和2月，在瑞士和阿联酋，费了老大建组局的3轮高级别接触全部宣告流产。本来原定在3月份还要接着谈下一阶段，结果碰上美伊战争，注意力被转移，谈判直接被迫无限期推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乌俄双方在和谈上不让步，但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迫切需要和平。先说说乌克兰，在军事技术这条赛道上，乌克兰抛弃了传统的硬碰硬战术，开始部署本土自主设计研发的无人机系统，配合着高度智能化的电子战链条，抵消了俄罗斯在传统重装备和兵员规模上的数量优势。你坦克多，我无人机炸你炮塔；你人多，我电子战让你变成瞎子。靠着这种不对称打法，进入2026年以来，乌军在前线进展不断，战损比控制的相当不错。乌军不断进化的中距打击能力也让俄罗斯头疼不已。乌军不仅用无人机把俄军的前线后勤网络切得稀碎，甚至直接飞过防线，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在克里米亚以及靠近边境的几个大省份实施燃油配给制度。堂堂能源大国，前线居然加不到油，这在战前谁敢信？然而，军事上的高光掩盖不了乌克兰后方系统已经处于极限的事实。前线打的是弹药，后方拼的是国力。俄罗斯用导弹和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能源电网进行空袭，造成的后果挺大的。目前，乌克兰全国的电力系统只能满足全国60%的用电需求，并且根据 TSE 研究所给出的数据，乌克兰在2026年1年的国防和安全支出预计会直接飙升到102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峰。但乌克兰的贸易赤字在2026年预计将扩大到677亿美元。说白了，基辅现在的财政运转，连发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都极度依赖欧洲国家。一旦外部援助出现断档或者波动，乌克兰的经济体系和前线防线分分钟就会面临崩盘。不过好消息是，现在的欧洲已经彻底醒悟了，他们认识到保护乌克兰就是在保护欧洲，所以在援助这块，欧洲相当给力。乌克兰日子难过，俄罗斯就不好过了。乌克兰有队友，俄罗斯这边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委内瑞拉、叙利亚已经抛弃俄罗斯，在中东、非洲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减，孤家寡人，没有援助。在乌克兰的袭击下，俄罗斯内部已经出现了大问题。第一个问题 ，GDP 增长彻底停滞。前2年俄罗斯经济数据好像还行，那都是靠疯狂印钱造炮弹堆出来的虚假繁荣。到了2025年药效过了， GDP 增速从2024年的 4.9% 直接跳水要涨到 1%。 这还不算完，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 GDP 直接收缩了 0.2% 到 0.3%， 全年的增长预测更是被各大机构下调到了 0.4%。 就在前不久，俄罗斯官方破天荒的首次确认，国家经济陷入了多年未见的季度萎缩，这标志着靠战时财政赤字刺激带来的那一波红利已经彻底宣告破产。俄罗斯经济一脚滑入滞胀区间，东西越来越贵，经济死活不涨，这就叫慢性死亡。第二个问题，劳动力彻底枯竭。目前俄罗斯国内的劳动力缺口已经夸张地达到了150万人，有专家预计，如果按现在的消耗速度，到2030年这个缺口会翻倍到300万人。大家想想就知道了，100多万合同兵在战壕里吃土，30多万动员兵被强行拉走，再加上战争刚爆发时大批为了逃避兵役连夜跑路的 IT 精英、工程师，这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劳动人口急剧收缩。为了填这个坑，俄罗斯国家杜马经过立法程序修改劳动法，废除了素质劳工标准，把最高加班限制从每年120个小时提高到了240个小时。这等于是在拿鞭子抽着剩下的劳动力连轴转，透支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能力。第三个问题，通胀与高的离谱的利率。俄罗斯官方还在嘴硬，公布说4月份的通胀率只有 5.6%， 只是俄罗斯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
俄罗斯央行的基准利率维持在 14.5% 的高位上不肯下来。谁家通胀 5.6% 会把利率拉到 14.5%？ 这骗不了业内人士。根据替代性经济评估模型的测算，俄罗斯国内老百姓面临的真实通胀率早就飙升到了 15%， 甚至 20% 以上。去超市买个大列巴，价格都翻番了。这种极高的借贷成本带来了一个极致后果，除了那些吃国家饭的军工厂，俄罗斯的民营实体企业现在想去银行融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借了钱连利息都还不清，没钱怎么搞设备更新，怎么搞技术升级？结果就是除军工之外的民用制造业正在全面萎缩等死。据统计，目前有超过 1.7 万家俄罗斯企业正式宣告亏损，一大半的大型企业利润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纷纷冻结，或者直接砍掉了原定的大部分商业投资。据火力军了解，现在大概有300家大中型企业正在排着队申请破产保护。第4个问题，财政失衡，打仗太费钱了。仅仅在2026年前4个月，俄罗斯联邦的预算赤字就一路狂飙到了784亿美元，直接超出了他们一整年预算赤字目标的 150%。也就是说，前4个月就把1年的钱借超了。在全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多达74个联邦主体同时陷入财政赤字的奇观。穷就算了，钱也挣不到。2025年，俄罗斯的能源收入跌到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谷。原来攒着用来防身的国家财富基金缩水了 68%， 快见底了。这一点都是乌克兰无人机的功劳。靠着没日没夜的袭扰，俄罗斯中西部大约 25% 的石油精炼能力被榨停了，没法炼油，原油也卖不上价。2025年，俄罗斯的原油产量下滑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了保证前线的飞机有油加，俄罗斯甚至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一直持续到2026年11月底。看完了上面的数据，大家可能觉得俄罗斯既然这么惨，那还不赶紧顺坡下驴，求爷爷告奶奶要和平？其实不然，俄罗斯现在的决策层其实比谁都害怕和平。俄罗斯国家杜马有个叫雷纳特·苏莱曼诺夫的议员说了句大实话，他警告说，在文件上签个字结束战争根本不是最艰难的步骤，真正毁灭性的社会灾难在于战争停下的第2天。一旦停火，堆积如山的军工订单就会瞬间骤降。军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前线也不需要那么多炮灰。目前在前线扛枪的以及在军工部门打螺丝的，这加起来上百万的人口不得不重返正常社会。但问题是，俄罗斯现在的民用产业已经萎缩，国家财政也枯竭了，根本没有钱去搞什么大规模的社会适应培训或者基建来吸纳就业。如果处理不好，这上百万人将直接转化为足以引爆俄罗斯的巨大社会动荡隐患，治安恶化都是轻的，搞不好直接给你来个莫斯科大游行。所以俄罗斯决策层对和平这2个字同样抱有极大的戒备、恐惧，甚至是排斥。打着虽然疼，但停下来可能会死。当然，普京的表现依然很从容，他声称根据现在的战场态势，战争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而且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第3国签下一份最终的和平协议。但大家听听就算了，千万别当真。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在东欧建立什么持久稳定的和平，他们只是把和谈当成一种战术工具，在舆论上分化美国和欧洲的阵营，诱导美欧放松，甚至解除那要命的国际制裁，缓过气之后再分阶段的肢解乌克兰。不过现在的局势变了，如果俄罗斯在2026年中期甚至未来依旧死咬着不放，彻底拒绝任何实质性的妥协，不惜代价的把这场战争无限期的拖延下去，那后果就不是普京可以承担的了。如果俄罗斯拒绝和谈，那么乌克兰的中程打击战略将彻底常态化，持续给俄罗斯的经济放血。乌军的渗透和精确打击能力已经今非昔比，无人机航程已经覆盖了所有备战区全境，甚至能飞到俄罗斯边境深处，这严重威胁到俄军脆弱的物流和补给通道。如果俄罗斯拒绝停战，乌克兰那个现在国产化率已经飙升到 95% 的远程无人机作业绝对不会闲着，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军工厂和核心交通枢纽发动高频袭击。战场后勤拉胯，作战就不用考虑了，俄罗斯的伤亡肯定会进一步扩大。从2022年2月一直到2025年12月，据各方靠谱的统计数据，俄军已经承受了120万人的伤亡，这其中估计有 27.5 万到 32.5 万人属于阵亡。到现在战争烈度没有降下来，反而升上去了。俄军每月的平均伤亡人数维持在 3.5 万人。拒绝和谈就意味着战争会进一步把俄罗斯本就已经极度匮乏的劳动适龄人口炸得连渣都不剩。相比较战场，普京最不愿意看到的还是俄罗斯地缘威慑力系统性衰落。因为几年来一直深陷乌俄战场，俄罗斯无暇顾及南高加索和中亚，这些他自认为是后院的势力范围。之前阿塞拜疆看准时机全面收复纳卡地区，驻扎在那里的俄军维和部队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就是俄罗斯地缘控制力断崖式衰退的铁证。继续拒绝停战，只会让俄罗斯加速失血，最终沦为未来大国进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说，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要不停战，100万失业大军回国，国内矛盾立刻爆发；要不继续打，经济崩溃，人口枯竭，喝下慢性毒药，就看克里姆林宫怎么选了。顺带提一句，关于战争怎么结束，布达诺夫之前就聊过，他认为从客观规律来看，这场战争面临2种结局。第一种，俄罗斯撑不住了，发生结构性分裂，直接解体为3个或者更多的小块，各自为政。第二种结局则是俄罗斯内部发生国家领导层变动，换个新当家人上来。新领导人为了跟美欧缓和关系，把战争的所有责任往普京身上一推，然后打着维护领土完整的幌子，把这些年占领的所有争议领土全部吐出来，包括北方4岛。讲道理，作为乌粉，火力军很期待看到这一幕。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俄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